第一课，买一部新手机。你好 Anna， 我的手机正在运行，我想我需要一部新的。那你呢？你在考虑买一部新手机吗？你好，有趣的是，你应该提一下，我也一直在考虑买一部新手机，我的有点过时了。我明白，如今科技发展如此之快，很容易落后。你在新手机中寻找什么功能？我肯定对一部装有好摄像头的手机感兴趣。我喜欢拍照，所以高质量的相机对我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我同意，一台好的相机是必不可少的。我也在寻找一款屏幕尺寸更大的手机，以提高知名度和媒体消费。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更大的屏幕可以增强整体多媒体体验。电池寿命对我来说是另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我需要一部可以持续一整天，而不必经常充电的手机。绝对可以。拥有经久耐用的电池非常方便，可确保我们随时随地保持连接。我也一直在研究处理器更快的手机，流畅的性能和多任务处理能力对我很重要。我完全明白，快速的处理器可以显著改善整体用户体验和生产力。您是否倾向于任何特定的品牌或操作系统？我已经使用安卓系统一段时间了，所以我对它比较满意，但我也愿意探索其他选择。我主要使用 iOS 设备，但我也愿意考虑安卓设备。保持开放的心态并探索所有可能性是件好事。当然，找到一款适合我们个人需求和偏好的手机至关重要。你有没有想过你想要的新手机的存储容量？是的，存储至关重要。我倾向于存储大量照片和视频，所以我正在寻找一款存储空间充足的手机。这是有道理的。拥有足够的存储空间，可确保我们不必不断删除文件或担心空间不足。同意，拥有比我们想象的更多的存储空间总是更好的。最后，你有购买新手机的预算吗？是的，预算很重要。我大致知道自己愿意花多少钱，但我也在考虑手机的长期价值和耐用性。这是一种明智的方法，在预算和质量之间取得平衡很重要。绝对可以。我们希望确保物有所值。好吧，看来我们俩都在寻找新手机，让我们继续研究，分享我们遇到的任何有趣发现。听起来像个计划，约翰。在进行如此重要的购买时，交换信息和意见总是有帮助的。我同意，安娜，让我们互相更新吧。祝你搜索好运，我希望你能找到完美的手机。第二课，选择派对礼服。安娜你好，我正在为即将举行的派对找一件连衣裙，这个怎么样？你怎么看？嗨，那件衣服看起来很漂亮，
颜色和设计非常适合派对，这肯定会让你脱颖而出。我很高兴你喜欢它。你对这件连衣裙的配饰有什么建议吗？一条个性项链和一些配套的耳环怎么样？它们会增添一丝优雅气息，并与这件连衣裙完美搭配。听起来很棒，我一定会找一些个性珠宝来完成造型。鞋子呢？有什么建议吗？我认为一双绑带高跟鞋或细高跟鞋很适合搭配这件连衣裙，它们会增添一丝精致感，拉长你的双腿。好主意，我会留意与这件衣服相配的绑带高跟鞋。您如何看待这件衣服的长度？适合这个场合吗？我认为长度很完美，它既不太短也不会太长，而且落在一个讨人喜欢的时刻，绝对适合举办派对。这让人松了一口气。我想确保自己穿得体，同时看起来还很时尚。合身度怎么样？它看起来会让我的身材更讨人喜欢吗？绝对可以。这件连衣裙似乎剪裁合身，凸显了你的曲线，看起来它能很好的衬托你的身材。谢谢你的意见，安娜。在时尚选择方面，您的建议总是有用的，我很感激。不客气，约翰，我总是很乐意提供帮助。时尚是一种表达自我的有趣方式，我喜欢和你讨论这个问题。我同意，能有人反馈想法并获得第二意见真是太好了，它使购物更加愉快。当然，当我们可以与他人分享我们的兴奋和意见时，购物会更有趣。顺便问一下，你也需要帮忙为派对找件礼服吗？我很乐意提供一些建议。你真是太好了，约翰。我还没有开始寻找，但如果我需要任何帮助，我一定会联系的。谢谢。不客气，安娜，请随时提问，我很乐意协助你找到完美的连衣裙。我很感激，约翰。我敢肯定，我们俩都会找到很棒的连衣裙，并在派对上度过美好的时光。我完全同意，安娜，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个过程，确保我们对自己选择的服装感到自信和时尚。当然，约翰，在这里寻找完美的派对礼服，在活动中留下持久的回忆。为此干杯，安娜，让我们度过一个难忘的夜晚吧。第3课，租一天车。嗨，安娜，我正在考虑租一天的车，这取决于你选择的汽车类型，对吧？嗨，是的，您选择的汽车类型将决定租金价格和可用性。你在找什么样的车？我正在考虑一辆紧凑型汽车，因为它既省油又易于停车。你对此有何看法？紧凑型汽车是一种实用的选择，尤其是当你要在城市里开车时，在狭窄的空间内操纵和停放更容易。的确如此。另外，就油耗而言，这将更具成本效益。
你对租车公司有什么建议吗？我听说过几家公司的好消息，比如安飞士和企业，他们提供各种各样的汽车，并且有便捷的取车地点。感谢您的建议，我会检查一下并比较价格。我应该注意其他费用或要求吗？一些租赁公司可能会收取额外的保险费用或额外服务，例如 GPS 导航或儿童座椅。仔细阅读条款和条件很重要。在预定之前，我一定会调查这些细节。安全也是当务之急。租车有保险吗？大多数租车都包括基本保险，但最好向租赁公司查询已了解承保范围。我一定要澄清一下。现在，关于期限，我正在考虑租一整天的车，那是标准租期吗？是的，租车一整天通常是标准租期，但是一些公司也可能提供小时或半天费率。我明白了，一整天的租车应该让我有足够的时间来办事，并在一天结束之前归还汽车。有里程限制吗？租赁公司通常对每个租赁期限都有里程限制，如果您超过限额，则可能会按每英里向您收取额外费用。事先澄清这一点很重要。很高兴知道，我会询问里程限制，以确保它与我的计划使用量保持一致。租车在归还之前需要加油吗？是的，租车通常会提供一整箱的汽油，而且你也应该把油箱装满的汽油归还给他们，否则您可能会被收取加油费。我一定要在还车之前给油箱加油，最好避免任何额外费用。感谢您提供的所有有用信息，安娜。不客气，约翰，我很高兴能帮助你。租车可能是一个便捷的选择，尤其是对于一天的差事或探险来说。绝对可以，它提供了灵活性，使我们不必依赖公共交通。感谢您在整个过程中提供的指导。这是我的荣幸，约翰。我一直是来帮忙的。我希望你有顺利的租车体验，并且它能很好的满足你的需求。谢谢你，安娜。我会随时向你通报最新进展情况。祝您成功租车，度过富有成效的一天。第4课，探索城市。嘿安娜，你曾经探索过我们的城市吗？嗨，约翰。是的，我有很多有趣的地方可以参观。你去过吗？是的，我去过当地的博物馆，太神奇了，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展品。听起来很迷人。参观需要多少钱？好吧，这对我们的客人来说实际上是免费的，参赛无需额外付费。太棒了！我喜欢那些东西自由的时候。你还推荐哪些其他景点？植物园绝对值得一游，那里的花很漂亮。
哦，我喜欢花。它们在博物馆附近吗？不，他们在城市的另一个地方，但是不用担心，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很容易到达那里。这很方便。附近有公共汽车站或地铁站吗？是的，这两个选项都可用。巴士站就在博物馆的街对面，地铁站只有几个街区之遥。完美，我一定会尽快计划去那里的旅行。还有其他必去的地方吗？绝对可以。当地的公园很受欢迎，尤其是在周末，人们经常聚集在那里野餐和户外活动。听起来很可爱。我喜欢在户外度过时光。离博物馆和植物园很远吗？不，实际上已经很接近了。这两个地方都在步行距离之内。太棒了！我一定会把公园添加到我的行程中。谢谢你的建议，约翰。不客气，安娜。我相信你会度过愉快的时光，探索我们的城市。如果您需要更多建议，请告诉我。第5课，疯狂购物。嘿安娜，我今天在购物中心找到了一些超值优惠。嗨，约翰，太棒了！你发现了什么？我买了一双新鞋和一件时尚的夹克，它们在打折中。哦，听起来不错。我也一直想更新我的衣柜。你去了哪家商店？我去了大街上的百货商店，它们有多种选择。我去拿它们。你在购物上花了多少钱？这双鞋是$50，夹克是$80，这是一笔不错的交易。这一点也不差。他们在商店接受信用卡吗？是的，他们确实如此。您可以使用任何主流信用卡付款，甚至可以使用现金。这很方便。我通常更喜欢使用信用卡购物。这绝对更容易。此外，您还可以在卡上赚取奖励积分。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我喜欢通过疯狂购物获得奖励。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您将获得新衣服，并同时获得奖励。绝对可以。我很高兴能去商店看看。离这里很远吗？不，只有很短的车程。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一起去。那会很有趣。和朋友一起购物总是更愉快的。我同意。我们可以互相提供时尚建议，并帮助做出决策。这听起来像是一个计划。让我们设定一个一起去购物的日期和时间。完美，我很期待。我们将度过愉快的时光，探索这家商店。第6课，工作场所福利。安娜你好，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这里的员工福利？嗨，约翰。实际上，
我只是对此感到好奇。你认为我们这里有不错的员工福利吗？当然，我们有健康保险，涵盖医疗费用。太棒了！为突发情况提供医疗保险至关重要。绝对可以。知道我们的健康得到了照顾，这使我们高枕无忧。我们还能享受其他好处吗？是的，我们也有退休计划，我们可以缴纳一部分工资，公司会与之匹配。太棒了！为未来做好计划并确保财务安全很重要。我完全同意。得知我们正在为退休积累储备金，这令人欣慰。我们还有其他津贴或奖金吗？是的，我们会根据我们的成就获得年度绩效奖金，这是努力工作的额外动力。这很有激励作用，它鼓励我们在工作中追求卓越。绝对可以。我们的努力得到认可和回报总是件好事。我听说有些公司提供灵活的工作时间或在家办公的选项，我们有那些吗？是的，我们确实如此。我们有灵活的工作时间，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以在家工作。太棒了！它可以更好地平衡工作与生活，提高生产力。当然，拥有一个促进幸福感的健康工作环境至关重要。我很感激这些好处，这表明我们公司重视员工。绝对可以，这是我们的工作场所如此积极和支持的原因之一。我完全同意，能成为一家关心员工福利的公司的一员真是太好了。我很高兴你有这种感觉，安娜。我们的员工福利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他们确实如此，约翰。这提醒我们能在这里工作是多么幸运。绝对可以，让我们充分利用这些好处，继续在工作中脱颖而出。第7课，探索风景路线。嗨，安娜，你有没有走过这条风景优美的路线上班？嗨，约翰。不，我通常走主要高速公路。这条风景秀丽的路线有什么特别之处？好吧，它可以欣赏到乡村的美丽景色，避免了繁忙的交通。这听起来很诱人。到达目的地需要更长的时间吗？不一定，有时甚至更快，因为风景秀丽的路线上的汽车较少。这很有趣，我会考虑试一试。浏览起来容易吗？是的，方向很简单，您只需按照风景路线的标志行驶即可。这很方便。我喜欢事情很容易理解的时候，尤其是在我早上上下班的时候。这是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风景变化。在开始新的一天之前，你可以享受大自然的美丽。我能想象那一定是多么的放松。
这是减轻压力的好方法。绝对可以。这条风景优美的路线给人一种宁静与和平的感觉。沿途有任何特定的地标或景点吗？是的，有一个迷人的小镇，里面有一家古雅的咖啡馆，这是喝咖啡休息的理想场所。这听起来很令人愉快。我喜欢探索新的放松和放松的地方。此外，走风景优美的路线可以让您的日程安排更加灵活。这无疑是一个优势。我重视灵活性，尤其是在我的日常工作中。你可以享受旅程，慢慢来，不必急于到达目的地。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有时候，放慢脚步，欣赏这些小事是件好事。绝对可以。人生关乎旅程，而不仅仅是目的地。我完全同意，约翰。我将开始将这条风景优美的路线纳入我的通勤路线。太棒了，安娜。我相信你会喜欢节奏的变化和美丽的景色。谢谢你的建议，约翰。我很期待探索这条风景秀丽的路线。不客气，安娜。安全旅行，享受旅程。第8课，探索选项。嗨，安娜，我最近一直在考虑不同的护垫，你呢？嗨，约翰。是的，我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有很多选项可供选择。当然，找到一款适合我们个人需求和偏好的护垫很重要。我同意，舒适性和功能性是需要考虑的关键因素。你研究过任何特定品牌或类型的护垫吗？是的，我做了一些研究，有些有机护垫由天然材料制成。这听起来很有趣，有环保选择真是太好了。绝对可以。注意我们对环境的影响很重要。我也一直在考虑吸收水平不同的护垫。这是个好观点。选择一款能提供适当保护水平的护垫至关重要。有些护垫还提供额外的功能，例如气味控制和吸湿排汗。这些听起来像是额外的好处，这一切都是为了找到最适合我们的方法。没错，这是个人选择，每个人的喜好可能会有所不同。你读过任何关于特定护垫的评论或建议吗？是的，我一直在网上查看评论，以更好地了解人们的体验。这是一种明智的方法，听取他人的意见可能有助于做出决定。还值得考虑价格和物有所值。没错，我们希望找到一款质量好、价格合理的护垫。而且，我们不要忘记便利，易于携带和处置的护垫也很重要。绝对可以，便携性和谨慎性是需要记住的因素。
好吧，看来我们都有一些选择可以进一步探索。当然，这是一个寻找最适合我们需求的产品的过程。我很高兴我们进行了这样的讨论，交流想法和见解总是有帮助的。我完全同意，做出明智的选择很重要。让我们继续研究，为自己找到完美的护垫。听起来像个计划，约翰，在这里为我们的舒适和幸福寻找最佳选择。为此干杯，安娜，让我们确保尽一切可能照顾好自己。第9课，新鲜优质的农产品。安娜你好，你注意到农产品的质量和新鲜度会有何不同吗？嗨，约翰，是的，这绝对是购买水果和蔬菜时要考虑的事情。绝对可以，选择新鲜和高质量的农产品很重要。我同意，新鲜农产品不仅味道更好，而且还提供更多的营养。确保新鲜度的一种方法是在当地的农贸市场购物。这是个好主意，当地市场通常提供新鲜收获的农产品。另外，你可以直接与农民交谈，向他们询问他们的种植方法。这无疑是一个优势，它使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食物的来源。如果有空间，另一种选择是自己种水果和蔬菜。的确如此，本土农产品可能非常新鲜，回报丰厚。即使我们没有大花园，我们也可以从简单的草药或小蔬菜开始。这是在我们家门口就能买到新鲜食材的好方法。从杂货店购买农产品时，我们可以寻找新鲜的迹象。是的，我们应该检查硬度、鲜艳的色彩，并避免出现任何明显的变质迹象。了解哪些水果和蔬菜是当季的也很有帮助。季节性农产品往往更美味，具有更高的营养价值。没错，我们可以围绕时令计划膳食，以享受最优质的食物。另一个技巧是妥善储存农产品，以保持其新鲜度。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不同的水果和蔬菜需要不同的储存方法。有些需要存放在冰箱里，而另一些则最好在室温下保存。而且，先食用最易腐烂的物品总是一个好主意。绝对可以，这样我们可以防止任何浪费，享受最新鲜的农产品。总的来说，通过注意新鲜度和质量，我们可以做出更健康的选择。的确如此，新鲜和高质量的农产品对于均衡饮食至关重要。让我们养成在选择水果和蔬菜时优先考虑新鲜度的习惯。第10课，计划行程。嗨，安娜，我听说过这个神奇的目的地，这听起来很有趣。我们怎样才能计划去那里的行程？
嗨，约翰，太令人兴奋了。首先，让我们决定旅行的日期。好主意，我们应该查看我们的日程安排，看看我们俩什么时候都有休息时间。确定日期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寻找航班或其他交通方式。对，比较价格并找到最方便的选择很重要。我们还应该考虑旅行的时间长短，以及我们需要花多少时间去探索。绝对可以。我们希望确保有足够的时间来查看所有精彩片段。研究目的地是关键，我们可以了解必去的景点和活动。的确如此，我们可以阅读旅游博客，观看视频和收集建议。查看当地天气并相应的打包也很有帮助。当然，我们希望为气候和我们计划开展的任何具体活动做好准备。寻找合适的住宿是另一个重要步骤。是的，我们可以寻找酒店、旅馆，甚至可以考虑租一套公寓或房子。阅读评论并检查位置和便利设施是个好主意。我们还应该考虑目的地内的交通。没错，我们可以研究公共交通选择或考虑租车。规划我们的每日行程可以使我们的旅行更加有条理和高效。是的，我们可以列出每天要去的地方并规划路线。为我们的旅行制定预算并记录我们的开支也很重要。绝对可以。我们可以为食物、活动和纪念品设定每日预算。我们也可以寻找任何可能适用于景点或餐厅的折扣或优惠。第11课：传统广告的好处。安娜你好，你有没有想过传统广告在当今数字世界中的好处？嗨，约翰，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传统广告仍然有其优势。绝对可以。即使在线广告兴起，传统广告也可以吸引广泛的受众。的确如此，电视广告、广告牌和平面广告仍然可以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传统广告通常具有实体存在感，这使它们令人难忘且具有影响力。是的，在杂志或广告牌上看到广告可以给人留下持久的印象。传统广告还可以有效地定位特定的本地受众。这是个好观点。当地报纸或广播电台可以覆盖特定的社区。另一个好处是，与在线弹出窗口相比，传统广告的侵入性较小。当然，人们可以自愿参与传统广告，而不是被打断。传统广告还可以营造信任感和信誉感。是的，在平面广告或电视上看到熟悉的品牌，可以建立消费者的信任。对于某些受众群体，例如老一代，传统广告可能更具吸引力。
的确如此，有些人仍然更喜欢阅读报纸或杂志的触觉体验。传统广告也可以成为数字营销策略的重要补充。绝对可以。全面的营销活动通常包括传统和数字元素。传统广告可能有利于针对特定利基市场或本地市场的企业。是的，它使他们能够在更个性化的层面上与目标受众建立联系。此外，传统广告的使用寿命可以更长，人们保留杂志或报纸的时间可能比保留数字广告的时间长。这是个好观点。传统广告可以在人们的家中或工作场所持续存在。但是，对于企业而言，分析目标受众并选择正确的广告渠道组合非常重要。绝对可以。了解目标受众的偏好和习惯是关键。最终，传统广告和数字广告的结合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公司的影响力和影响力。确切地说，这一切都是为了找到适当的平衡点，并有效地利用不同的广告媒介。因此，即使在数字时代，传统广告仍然有其优点，并在营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当然，它们具有不容忽视的独特优势。广告格局的持续演变令人着迷，不是吗？绝对可以。不断变化的动态使营销领域充满活力并充满可能性。确实，安娜，让我们对新的机会和策略保持开放态度，同时欣赏传统广告的好处。第12课，合同中的终止条款。嗨，安娜，你有没有考虑过在合同中加入终止条款？嗨，约翰。当然，终止条款可以为双方提供清晰度和保护。的确如此，他们概述了终止合同的条件。终止条款可以规定双方在终止时的权利和义务。没错，他们可以帮助避免争端，并提供明确的前进方向。终止条款还可以包括通知期限，以便有序地进行终止程序。这很重要，它使双方有时间进行调整和做出必要的安排。终止条款可以解决一方违反合同的情况。是的，他们可以概述违规行为的后果和补救措施。他们还可以指定任何一方无法控制的情况，例如不可抗力事件。对，不可抗力条款可以保护当事方在不可预见的情况下免于承担责任。终止条款还可以解决合同无法履行的情况。绝对可以。如果某些条件使性能无法实现，他们可以提供出路。终止条款还可以解决任何一方不付款或不履行义务等问题。
的确如此，它们可以确定此类情况的后果。终止条款可以通过包括提前终止或续订的条件来提供灵活性。是的，如果双方同意终止或延长合同，他们可以提供期权。他们还可以解决一方为了方便而想要终止的情况。这很重要，它允许在不违反合同的情况下终止。终止条款可能因合同的性质和复杂性而异。绝对可以，他们应根据每项协议的具体需求和风险量身定制。在签订合同之前，仔细审查和谈判终止条款至关重要。是的，寻求法律咨询可以帮助确保条款公平并保护双方的利益。在合同谈判期间进行公开沟通和讨论终止条件也很重要。的确如此，清晰的沟通有助于防止误解并调整期望。归根结底，终止条款可以提供安全感，并在需要时促进顺利退出。当然，它们可以帮助各方友好地分道扬镳，最大限度地减少潜在的冲突。必须以专业的态度处理合同终止问题，并尊重商定的条款。当然，安娜，终止条款可以为健康和透明的商业环境做出贡献。同意，约翰。让我们始终优先考虑合同中明确而公平的终止条款。当然，安娜，它们可以作为保障措施，确保业务关系的坚实基础。第13课，令人兴奋的新智能手机。嗨，安娜，你在商店里看过新的智能手机吗？它们看起来棒极了。嗨，约翰。是的，我注意到了它们。这些设计既时尚又现代。绝对可以，而且显示质量令人难以置信，颜色非常鲜艳。我同意。高分辨率屏幕使一切看起来都如此清晰明了。你注意到高级相机功能了吗？它们可以拍摄精美的照片和视频。是的，相机技术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进。这些智能手机所能做的事情令人印象深刻。而且它们拥有强大的处理器，可以使手机快速高效。的确如此，性能一流，可以流畅地进行多任务处理和游戏。我还听说电池寿命有所改善，一次充电即可使用数小时。这是一个很棒的功能。当你的手机很快死机时，尤其是当你外出旅行时，这真是令人沮丧。绝对可以，而且这些新的智能手机还支持快速充电，因此您可以快速恢复使用。这很方便。快速充电可以节省时间，并确保您不会被困在等待手机充电的时候。另一个令人兴奋的功能是增强的安全选项。一些智能手机现在具有面部识别或指纹传感器。
是的，知道我们的个人信息受到保护，这些安全措施可以让您高枕无忧。你看到存储容量了吗？这些新的智能手机为我们所有的文件、照片和应用程序提供了充足的空间。很高兴听到，存储空间用完可能会很麻烦，因此拥有更多空间绝对是一个加分项。我还注意到其中一些智能手机具有防水防尘功能，它们可以承受意外溢出或掉落。这是一项有用的功能，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些对手机有点笨手笨脚的人来说。绝对可以，它增加了耐用性，并确保手机能够应对日常生活。我还听说这些智能手机具有先进的人工智能功能，它们可以帮助我们完成各种任务。是的，人工智能集成变得越来越普遍，看到我们的手机如何适应我们的行为并从中学习，真是令人着迷。当然，就像我们的口袋里有私人助理一样。自定义选项也令人印象深刻，从墙纸到主题，用户可以让他们的智能手机独一无二。这是一个有趣的方面，它使我们能够表达我们的个性，并对我们的设备进行个性化设置。总体而言，这些新的智能手机提供了广泛的功能和改进，可以满足我们的需求和偏好。的确如此，智能手机技术的进步继续改善我们的日常生活。那么，你有没有考虑过购买其中一款新的智能手机？我肯定很受诱惑，它们有很多东西可以提供，我可能得再去商店仔细看看。这里也一样，安娜，让我们探索可能性，看看哪种可能性最适合我们。第14课，在人际关系中建立信任。嗨，安娜，你有什么关于如何在人际关系中建立信任的技巧吗？嗨，约翰，信任在任何关系中都至关重要。一个重要的提示是保持可靠性并兑现承诺。这是有道理的。信守诺言表明我们可以相信我们会履行我们的义务。绝对可以。另一个技巧是在沟通中保持开放和诚实，透明度有助于建立信任并避免误解。我同意，坦率地表达我们的想法和感受可以为信任和真实性奠定基础。积极倾听也很重要，对他人所说的话表现出真正的兴趣，并证实他们的感受。积极倾听表明我们重视他人的观点，有助于培养信任和理解。另一个建议是尊重界限，尊重他人设定的界限，不要将他们推到自己的舒适区之外，这一点至关重要。尊重界限表明我们关心他人的福祉，培养信任感和安全感。信任也是通过一致性建立的，保持言行一致有助于建立可靠感。一致性创造了一个可预测的环境，使他人感到安全并可以信任我们的行为。信任是一条双向的道路，
信任他人也很重要，让他们从怀疑中获益，除非另有证据。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信任他人最初可以发展相互信任并加强关系。建立信任需要时间，因此耐心是关键。重要的是要让信任自然增长，不要仓促行事。耐心使关系能够按照自己的节奏发展，并确保建立坚实的信任基础。最后，当你犯了错误时，道歉并做出补偿。承担责任表明您重视人际关系并致力于赢得信任。道歉和做出补偿表明了谦卑和愿意修复所造成的任何损失，从而增强信任。信任是任何关系中的宝贵礼物，它需要努力、一致性和相互尊重才能建立和维护。当然，安娜，信任是建立牢固健康关系的基础，使它们能够蓬勃发展和成长。让我们记住这些技巧，继续建立对我们关系的信任，约翰。这是一段值得投资的终身旅程。我完全同意，安娜。让我们建立信任，培育我们之间的关系，这是建立有意义关系的基础。的确，约翰，信任丰富了我们的生活，为我们的互动带来了深度，让我们全心全意地拥抱它。说得好，安娜，这是为了建立信任，建立深厚持久的关系，为我们带来快乐和成就感。第15课 Rise and Shine。嗨，安娜，你今天早起了吗？早上好。嘿，是的，我醒来时看到了日出，这是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开始新的一天的方式。太棒了！我总是觉得早起很困难，但我知道这为这一天定下了积极的基调。绝对可以。提早开始新的一天，可以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陪伴自己，在喧嚣开始之前完成任务。我同意，无论是运动、冥想还是阅读，现在都是专注于个人成长的平静时期。说到阅读，你有什么关于个人发展的书籍推荐吗？当然，詹姆斯·克利尔的《原子习惯》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他为养成好习惯和打破坏习惯提供了实用的策略。这听起来很有趣，我会把它添加到我的阅读清单中。还有其他建议吗？埃克哈特·托尔的《当下的力量》是一本具有变革意义的读物，它探讨了生活在当下和寻找内心平静的重要性。我听说过关于那本书的好消息，我一定要读一读。谢谢你的建议，约翰。不客气，安娜，我相信你会发现它很有见地。现在，让我们来谈谈早上的例行活动。你有什么仪式可以帮助你以积极的心情开始新的一天吗？绝对可以。首先，我喜欢做一些轻微的伸展运动和几分钟的冥想，它可以帮助我清醒头脑，设定当天的打算。这听起来像是一种让自己集中注意力的平静方式。
我也应该在日常活动中加入一些伸展运动。值得一试，约翰。伸展运动可以帮助唤醒身体并增加灵活性。我一定会试一试的。你有什么秘诀可以让你全天保持动力和工作效率吗？一个技巧是将任务分解成更小的、可管理的部分，它有助于防止不知所措，让您在完成每个步骤时有成就感。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将任务分成较小的部分，可以使它们更平易近人，也不会那么艰巨。另一个提示是根据重要性和紧迫性确定任务的优先级，它可以帮助您保持专注，并确保您正在研究真正重要的事情。优先级是关键，它可以帮助我们有效地分配时间和精力。我会记住的。最后，定期休息和恢复精力是至关重要的。离开工作几分钟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并防止精疲力尽。我同意，休息有助于提神醒脑，防止疲劳。在工作和休息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很重要。当然，约翰，通过实施这些策略，我们可以充分利用早晨，为一整天的成功做好准备。确实，安娜，让我们拥抱清晨，让它们成为成长、提高生产力和自我保健的时代。我完全同意，约翰，这是为了抓住时机，充分利用我们的早晨。为此干杯，安娜，让我们崛起并大放异彩，准备好征服我们前进的一切。第16课，社交机会。嘿，安娜，你有没有考虑过参加贸易展和社交活动？嗨，约翰，是的，我认为他们可能是扩大专业关系和了解行业趋势的绝佳机会。绝对可以。贸易展览会经常聚集来自各个领域的专家和企业，提供宝贵的见解和建立联系的可能性。这是一个结识志同道合的专业人士并交流想法的机会，这些想法可以带来潜在的合作或伙伴关系。的确如此，参加这些活动使我们能够建立强大的专业网络，这有利于职业发展。社交活动还提供了通过研讨会和小组讨论向行业领导者学习的机会。是的，倾听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的意见，可以为我们自己的职业生涯提供宝贵的知识和灵感。重要的是要以积极的态度对待这些活动，并对结识新朋友持开放态度。绝对可以，平易近人并参与对话，可以帮助建立有意义的联系。而且别忘了带上你的名片，它们是交换联系信息并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便捷方式。说得好，安娜，拥有一张精心设计的名片，可以给人留下专业而难忘的印象。此外，准备一个电梯演讲以简洁地介绍自己和你的工作也很有帮助。这是必不可少的。引人入胜的电梯宣传可以激发人们的兴趣，并给潜在的联系留下持久的印象。另一个提示是在活动结束后跟进你遇到的人，
发送个性化消息或在 LinkedIn 上建立联系，可以帮助培养这种关系。后续行动至关重要，它表明了您对维持连接的真正兴趣，并可能带来未来的机会。绝对可以。人际关系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因此保持参与度并培养你建立的关系很重要。社交活动不必局限于面对面的活动，在线平台和社交媒体也可以成为扩展专业网络的宝贵工具。没错，约翰，虚拟网络变得越来越流行，使我们能够与世界各地的专业人员建立联系。重要的是要在参加物理和虚拟社交活动之间找到平衡，以最大限度地利用我们的机会。当然，探索两者的混合可以扩大我们的影响范围，为新的可能性打开大门。说得好，安娜。参加贸易展和社交活动是扩大我们的专业视野和建立宝贵联系的积极方式。当然，约翰，通过抓住这些机会，我们可以促进我们的职业发展并建立强大的支持网络。让我们把寻找这些活动作为优先事项，充分利用我们即将到来的社交机会。我完全同意，约翰，这是走出我们的舒适区，通过人际网络打开新的大门。为此干杯，安娜！让我们拥抱网络的力量，并利用它来实现我们的职业抱负。